第191章主托。西区卡尔彭萨旅馆，福尔斯搀扶着劳伦斯进入他的房间，让他靠躺在了床上。这是一个较为豪华的旅馆，除了盥洗室，每个地方都铺着厚软的灰黄色地毯，墙上则挂着一幅幅知名油画的仿制品。劳伦斯喘了口气道：“感谢你，沃尔小姐，请原谅一个将死之人无法行礼。不，劳伦斯先生，你的问题已经缓解。作为一名曾经的职业医师，我可以毫无疑问的告诉你，你还能够活下去。等你休息一会，我们就去诊所或者医院。”福尔斯宽慰着对方。劳伦斯笑笑道：“我的身体状况我自己很清楚，你不需要安慰我。而且我业余是位占星师，我已经预感到我将死在贝克兰德，死在这个旅馆内。除开表面的修饰，他说的全部都是真话。他本身就年近80，早不是当初那个健壮精神的小伙子。若非序列魔药带来了一定的身体素质提升，他也许已经被安葬在了哪个墓园。本来劳伦斯觉得自己还能活个10年，谁知遭遇了前旅行家布提斯掀起的叛乱，在极光会手里受了较为严重的伤，他剩余的子孙也全部死在了那场灾难里。这给了他极大的打击，让他险些没能缓过来。而到贝克兰德寻找2位兄弟及他们后裔的行动，又只收获了对方早已失去的结果，给他的精神再次造成了一定的创伤。种种事情加在一起，劳伦斯明确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已走至尽头。他最初的打算是在去劳勃罗和安丽萨的墓前献一束花，接着立刻返程，与家族长老会其他成员见面，交代后事。但年迈之人的状况，真是说不行很快就不行了。不等福尔斯开口，劳伦斯艰难地从半敞开的衣物内侧口袋里取出了一个巴掌大小的笔记本。那笔记本的硬纸外壳呈铜绿色，给人一种非常古老的感觉。它的表面用古福萨克语书写有一段话：“我来到，我看见，我记录。”劳伦斯将那笔记本放在胸前的被子上，吸了口气道：“沃尔女士，如果我死在这里，你能帮我把他送到普利兹港吗？”“劳伦斯先生，你不会有事的。”福尔斯强调道。与此同时，他下意识瞄了眼那个笔记本，发现它并不厚，里面共有3种纸张，一种呈现烤干烤脆般的焦黄色，数量非常稀少；一种如同黄褐色的羊皮纸，数量中等；一种就是普普通通的白纸，数量最多。劳伦斯笑得很吃力地说道：“我是说，如果，沃尔女士，你会帮忙吗？普利兹港并不远，连旅行都算不上。如果需要赶时间，在有蒸汽列车的情况下，我甚至能半天来回。”福尔斯点头道。劳伦斯舒了口气，精神似乎恢复了一点。“我死后，你等10分钟，从我的尸体上取走一件发光的物品，将它和这本笔记一起送到普利兹港渔民协会的多里安·格雷手里。我的钱夹盒里面的42磅现金是我给你的报酬与感谢。我这身衣物就陪伴我一起变成灰烬吧。不，你不需要给我任何东西。”“不，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劳伦斯先生。”福尔斯诚恳地说道。劳伦斯仿佛没有听见他在说什么，自顾自低语道：“也许多里安还会给你另外一些奖赏，不过这取决于你自己的想法。我相信你，从安丽萨的事情上就能看出你是一个好姑娘。”他忽然清醒过来，对福尔斯道：“沃尔女士，能去1楼给我提瓶开水吗？”服务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过来。“没有问题。”福尔斯未去多想，拿上开水瓶，走出了房间。走了几步，他突然觉得不对，因为手里的水瓶沉甸甸的，明显还有不少存货。福尔斯正待反身询问，猛地察觉到房间里有强烈的灵性波动。这时，福尔斯先是怔在那里，旋即明白了劳伦斯先生的意图。随着死亡临近，他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开始不对，害怕因此失去控制，变成一个怪物。他要作为人类死去，而不是怪物死去，所以他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这是一位非凡者最后的体面。当然，如果变成怪物，他所有的安排都会随之落空。想到这些，福尔斯一阵黯然，立在外面等待了近10分钟才推门而入。他看见劳伦斯没有声息地躺在床上，似乎一下苍老了很多，身旁则放着一枚眼睛大小的钻石。窗外的光芒照入，在那钻石之上不断折射，形成了美丽如同星辉的场景。呼，福尔斯吐了口气，认真检查了一遍，发现劳伦斯的死因竟是最普通的心脏骤停。乔伍德区明斯克街15号。回到家里的克莱恩休息了一会，去了会晤之上，打算占卜一下威尔昂塞汀的事情。
他让那只千纸鹤从角落的杂物堆里飞出，落在面前的青铜长桌上，然后取下了缠绕于袖口的黄水晶吊坠。左手持握灵摆的同时，克莱恩借助冥想调整好状态，回忆起在墓园外树林里看见的一幕幕场景。有的细节他未必注意到了，但他的灵性肯定不会有疏漏。这次的占卜主要就是利用这点，并依靠灰雾排除干扰。做完准备后，克莱恩具现出新的羊皮纸，写下了占卜语句：威尔昂塞汀已彻底死亡。紧接着，他将千纸鹤压在占卜语句旁边，让黄水晶吊坠险些触及那些单词。进入冥想状态，完成灵摆法的所有步骤后，克莱恩睁开眼睛，看向结果。那黄水晶吊坠在做逆时针转动，速度颇快，幅度不小。这表示否定，这表示威尔昂塞汀没有彻底死亡。克莱恩又感愕然，又觉得这似乎在意料之中。他想了想，重新换了条占卜语句。那具尸体是威尔昂塞汀的，这一次灵摆给予了肯定的启示。那具尸体确实属于威尔昂塞汀。克莱恩隐约有了个想法，再次写下新的占卜语句：威尔昂塞汀的尸体会复活。平心静气的忙碌后，克莱恩看到了启示：逆时针旋转，速度极快。这说明威尔昂塞汀的尸体不会复活，也就是不会尸变。看来是威尔昂塞汀主动或被动的抛弃了之前的身体，用另外的方式存活着。这件事情与水银之蛇有关。克莱恩尝试着占卜其他内容，但都收获了失败的结果，这里面包括威尔昂塞汀目前的状态。不过他用梦境占卜法重复以前的占卜，询问威尔昂塞汀现在的位置时，依然获得了相似的画面：黑乎乎的房间，哗啦啦的流水声。但这给人的感觉似乎有了点不同。算了，没必要浪费时间了，我又不准备掺和。克莱恩收起灵摆，准备返回现实世界。通过刚才的占卜和之前的种种事情，他对威尔昂塞汀隐约有了一个猜测，但无法证实。他怀疑威尔昂塞汀是另一条水银之蛇。作为序列一，水银之蛇并不唯一，最多可以有3条同时存在。执掌命运的水银之蛇自然可以通过千纸鹤简单单就定位艾伦心灵体的位置，制造虚假的启示给对方，并毫无疑问的具备一眼改变某个人命运的能力。威尔昂塞汀不知为什么变得虚弱，正承受着第2条水银之蛇的威胁。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摆脱对方。至于他们之间冲突的理由，答案很简单：没有序列0的时候，能同时存在3位序列1，而一旦有了序列0，就不会有序列1。对于这句话，黑皇帝魔药的配方说明了真正的含义。那份配方的主材料之一是2位世序亲王的非凡特性。世序亲王正是黑皇帝途径的序列1。作为一名序列1，要想晋升序列0，你必须拿到同一途径另外2位序列1的所有非凡特性。正是有了这样的猜测，克莱恩愈发不敢掺和威尔昂塞汀的事情。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那就是货真价实的神仙打架，惹不起。克莱恩灵性一坠，消失在了灰雾之上的古老宫殿内。皇后区，一栋在这里不算起眼的房屋内， A 先生召集的非凡者聚会如期进行。福尔斯和修换了身装束，陪着戴上铁黑面具的格莱林特子爵进入大厅，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格莱林特子爵在聚会正式开始前，抢先把自己的需求写给了侍者，并向女神祈祷，希望之后有人回应。福尔斯与往常一样慵懒，并少有的戴上了兜帽，用阴影遮住了脸庞。他正回想着劳伦斯先生的事情。那枚眼睛大小的钻石是什么？他非常清楚，那是对方遗留的非凡特性，但他暂时无法确认那属于序列几。那册笔记本，福尔斯随手翻了翻，发现里面许多纸张还空白着，而写有内容的部分充斥着各种奇异的、古怪的、神秘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完全超出了福尔斯的知识范围。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得遵守承诺。福尔斯告诫了自己一句。这时，坐在单人沙发上，兜帽夸张的 A 先生沙哑着开口了：我有一个任务，帮我寻找一些信仰所谓愚者的人啊。福尔斯一下从自己的思绪里回神。第192章邪教。愚者。参加 A 先生聚会的非凡者们或自我咀嚼着这个单词，或与同伴们交头接耳，讨论是否遇见过有类似信仰的人。什么时候出现这样一个邪教了？有人疑惑低语道。这个时候 A 先生让旁边的侍者举起了一块黑板，
上面用鲁温文写了几行单词，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众人审视黑板的过程中 ，A 先生用沙哑到让人颇不舒服的嗓音道：“不要用赫密斯语念出上面的内容，巨人语、精灵语、巨龙语和古赫密斯语更加不行，甚至不能用它们书写对应的描述，否则大概率有可怕的事情发生。帮我寻找那些信仰愚者的人，当然，他们也可能追随灰雾之上的神秘主宰。执掌好运的黄黑之王，只要获得一点线索，就立刻告诉我，我给予的报酬将超乎你们想象的丰厚。”这描述听起来是个了不得的存在啊！类似的称呼我只在七神的典籍里见过。某位聚会成员惊叹出声，他的同伴则摇头道：“许多邪教信奉的对象也会有相仿的描述，真是邪教组织。”另外的聚会成员听到他们的讨论，愕然脱口道：“应该是，一般而言，我们召唤的灵界生物或许也会有这样的三段描述，但其中一段必然是谁谁谁的眷顾，或者类似独属于谁谁谁的什么，不会是这种形式。”一位精通神秘学的聚会成员给出了理论依据。他们热烈交流的同时，福尔斯几乎傻在了那里。这不就是愚者先生的尊名吗？虽然是用鲁温文描述的，但我毫无疑问的可以肯定 ，A 先生怎么会想着找愚者先生的信徒？这是极光会的意图。福尔斯脑海乱糟糟的一片。他知道 A 先生为极光会成员，是因为之前因蒂斯大使贝克朗遇刺事件中，某恐怖组织高调宣布负责。短暂的错愕后，福尔斯下意识就审视起自身，担心被人发现自己已经是塔罗会的成员，某种意义上的愚者眷者。我只是按照那张纸上的古赫密斯文念出了愚者先生的尊名，就被拉入了灰雾之上，完全没人知道这件事情，根本不怕调查。但那张写有愚者先生尊名的纸是有来源的，它藏在我们从格莱林特子爵那里借来的书籍中。福尔斯念头急闪，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愚者，这不是我在那张纸上看到过的描述吗？我甚至有梦见一个邪灵。与此同时，修也记起了那件让他心有余悸的事情，但长久的赏金猎人经历让他没有暴露什么异常。紧跟着，他顺势往前追溯，思考起纸张的来历。它藏在鲁恩王国贵族史的夹层里。鲁恩王国贵族史是我从格莱林特子爵的书房中借出来的。豁然之间，福尔斯和修的脑海内同时闪过了一个人的名字，格莱林特子爵。而这个时候，格莱林特子爵正望着那块黑板，饶有兴致的自语道：“这尊名很少见啊，但听起来就非常厉害。”话音刚落，他疑惑的左右打量，对福尔斯和修道：“你们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没什么，没什么。”修和福尔斯同时高频率摇头。晚餐之后，一栋装饰典雅的房屋内，奥黛丽带着金毛大狗苏茜，在心理学老师伊斯兰特的引领下，进入了客厅。这是上周就说好的学术聚会。他的女仆、他的保镖全部留在了这里，而他则和苏茜一起走向宽敞的起居室。起居室内，不知是为了气氛，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一盏盏煤气壁灯未被点亮，房间的光明全靠茶几、橱柜上的几个镀金灯架拖着的一根根蜡烛提供。奥黛丽还没来得及仔细观察环境，就看见一位穿灰色燕尾服的30来岁绅士迎面过来。这位是这里的主人，斯蒂芬·汉普雷斯先生，家具商人长发及腰的伊斯兰特介绍道。他正准备讲奥黛丽的身份，汉普雷斯却呵呵笑道：“伊斯兰特，不要说话，给我一个猜测的机会。”他有2撇修剪的很整齐的小胡子和一双迷人的深棕色眼睛，显得非常温文尔雅，不像家具商人，倒如同大学讲师。认真打量了奥黛丽几眼，他微笑道：“伊斯兰特只说过你是他的学生。呵呵，我认为你是一位有修养的贵族小姐，而且不是那种虚有其表的类型。你毫无疑问的不用担心生活品质的降低。你有点激动，你很好奇，你相对单纯，富有爱心。当然，最明显的一点是你非常漂亮，就像一个天使。”他最后开了句玩笑，接着以手按胸，弯腰鞠躬道：“欢迎你，美丽的天使小姐，你说的都对，不愧是心理炼金会的成员。不过你观察出来的都是几个月前的我，都是我刻意表现出来的自己。”奥黛丽又惊讶又愕然的开口了：“汉普雷斯先生，你之前就认识我吗？”他没让惊愕的表情在脸上过多停留，因为类似的情绪本身就属于刹那间的反应，不可能持续太久。一旦谁惊讶达到好几秒，
那就说明他的表现很可能是假装出来的。奥黛丽最初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观察别人演戏久了，自然而然就总结出了不少规律。不，我到现在也不认识你，这只是一位心理学爱好者的基本素养。汉普雷斯轻笑了一声，他话音未落，奥黛丽已完成了自己的观察，并结合周围的环境做出了相应的判断。他的衣着打扮，他的房屋陈设，都说明他是一个很在意自身体面的人。他左手戒指上那颗蓝宝石看起来不小，实际品质却很一般，且没有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内涵。他的经济状况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好，他很虚荣。他刚才虽然很热情，但站立的姿势、双脚的指向、情绪颜色的变化，都说明他还有不少顾虑，相当戒备。他真心诚意夸赞了我的长相，却不像是男性在看女性。他脸上有护肤品的痕迹，眉毛肯定有画过，手艺比不上我的化妆女仆索莉亚，但要好过我。他身上的香水是迷茫，我只见女性用过。他喜欢的应该是男人，而且他扮演的是相对弱势的那方。与此同时，奥黛丽熟练的表现出了自己的向往。汉普雷斯先生，我真想拥有你这样的观察力。说话间，他噙着浅淡的笑意。在汉普雷斯和伊斯兰特的引领下，与起居室内其余7、8个人一一认识。这些神秘学与心理学的双重爱好者，有的是没落贵族的后裔，有的是大学副教授，有的是富豪的孩子。比如有个年轻人的父亲正是贝克兰德最出名的百货商店飞利浦百货商店的老板。接下来的交流里，奥黛丽基本只听不说，说也是开口问问题，充分表现了自己的好奇和向往。这次学术讨论中，伊斯兰特、汉普雷斯等人故意提及了以太体和心智体，提及了灵界与集体潜意识，并给出了一些相对独特的观点，让奥黛丽逐渐弄清楚了平时积累的部分疑难。等到结束，走出那栋房屋时，奥黛丽望了身旁的伊斯兰特一眼，略显天真的问道：伊斯兰特老师，我什么时候才能在心理学领域像汉普雷斯先生一样优秀？伊斯兰特勾起嘴角，微侧脑袋，看着他道：很快。夜里，正准备进被窝的克莱恩又一次来到灰雾之上，颇有些困倦的他旋即被魔术师小姐告知的消息震得清醒无比。极光会知道愚者了，知道我的尊名了，真是造物主锁定我了。克莱恩猛然坐直，如临大敌。他迅速否定了最后那个猜测，如果真是造物主确实锁定了他， A 先生早就已经上门收取瓦斯计费器里的铜便士了，来的甚至可能还有一位圣者。也就是说，只知道愚者和相应的尊名，知道线索在贝克兰德。谁泄露的消息？克莱恩皱起眉头，仔细回想。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可能。最近就小太阳诵念过我的尊名，而且是在和被真实造物主污染的探索小队队员有交集的时候，他举行了献祭仪式，现场应该有愚者对应的象征符号，有呈现出灰雾之上的古老宫殿。所以，真实造物主察觉到了愚者的存在，并确定我就是之前亵渎，不对，骚扰也不对，窥视他的家伙。还有，小太阳当时有用全黑之眼，里面蕴含着真实造物主的精神污染。他通过这个明确了我的眷者或信徒出没于贝克兰德，以后不能把全黑之眼带出去了。大致明白了问题所在后，克莱恩又陷入了一个疑难。A 先生在一个不算太私密、相对比较开放的非凡者聚会里悬赏寻找愚者的信徒，是脑子确实不够用，还是故意钓鱼？极光会都是偏执的疯子，脑袋都差不多坏掉了，根本没法推测他们真实的意图。这就是所谓的，只要我疯了，你就肯定猜不出我在想什么。第193章，一个值得庆幸又非常无奈的事实。灰雾之上，巍峨的宫殿静静屹立。克莱恩手指很有节律地敲击着青铜长桌边缘，专心思考起自己面对极光会和 A 先生的威胁该采用什么样的对策。在难以弄清楚对方真实意图的情况下，他本能就有了个想法：举报 A 先生，举报非法集会。克莱恩可以很简单的从魔术师小姐那里知道 A 先生召集聚会的地点，从而隐蔽的向职业者、代法者或者机械之星举报。一位极光会的神使绝对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到时候 A 先生恐怕都无法保全自己，更别说去追查愚者的信徒。但问题在于，这肯定会牵连一批无辜的非凡者，而且克莱恩怀疑这就是 A 先生直接悬赏愚者信徒的理由。他也许早就安排好后路，一旦被人举报，
就可以清楚无误的确认之前那次聚会里有愚者的人。至于具体是谁，这并不重要。A 先生和极光会的疯子们绝对干得出来有抓错无遗漏的事情，而非凡者只要落到他们手里，绝大部分人都没法再隐瞒住秘密。极光会，或者说以真实造物主为代表的牧羊人途径，最擅长的就是污染他人。当非凡者三观彻底扭曲，发自内心的信仰起真实造物主时，还有什么事情是能够保密的？不是没有别的办法，最好不要举报。克莱恩往后靠向椅背，收敛住纷乱的思绪，重新梳理起整件事情。想着想着，他忽然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愚者的信徒和眷者，就连塔罗会的成员都只有寥寥几位，并且没谁对外透露过相应的情况。也就是说，极光会根本找不到相应的线索。没什么好担心的嘛，唯一的坏结果就是愚者在真实造物主那里挂上号了，被一位邪神时刻惦记着的感觉不是那么好受，但基本不会影响到其他方面。克莱恩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他考虑得很清楚，整件事情仅有的破绽在他曾经拿古赫密斯文书写的愚者称号做不记名账户的密码，但随着献祭和赐予仪式被证实能用，这个账号已经废弃很久，早就被人遗忘。这从最近1个半月来，没谁再因抄录密码被克莱恩关注，就可以推断出具体情况。如此一来，那些接触过密码但又明显不了解神秘学的银行职员不可能再对谁透露这件事情，而那些非凡者顶多用鲁温文询问，就算找对了人，对方也无法将鲁温文描述的内容与古赫密斯文密码联系在一起。要是有谁抄录下来，我第一时间就能知道，就能做出有效应对。再说，即使被人发现了密码的问题，也难以追查到夏洛克·莫里亚蒂。我每次都有采用一定的手段，正义小姐存钱的时候也是足够小心。哒哒哒的轻敲声里，克莱恩放松下来，轻笑道：你们以为愚者有很多眷者，很多信徒，因此必然存在诸多难以磨灭的线索。错，大错特错，愚者的信徒和眷者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自己。说到这里，他忍不住自嘲一笑，这好像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最近得谨慎一点，不打愚者的旗号。克莱恩自我提醒了一句，转而回应起魔术师小姐的祈求。他调整了下姿势，嗓音低沉和缓地说道：不用在意，不用在意。福尔斯得到了一个既让他诧异，又觉得理应如此的答案。在愚者先生的眼里，极光会只是一群蚂蚁。福尔斯再次低诵尊名，好奇地询问了一句：尊敬的愚者先生，极光会信仰着哪位存在？旋即，他看见愚者先生坐在灰雾中央的高背椅上，姿态悠闲地说道：真实造物主，真实造物主。福尔斯眼睛猛地睁大，瞬间明白了 A 先生突然寻找愚者信徒的缘由。白银城那位太阳少年借助塔罗会的帮助，成功揭穿了探索小队的异常，挫败了真实造物主的图谋。这件事情的背后，是愚者先生和真实造物主的对抗和斗争啊！福尔斯没敢再多问，赶紧将今天遇见亚伯拉罕家族成员的事情简单讲了一遍，并提及了劳伦斯的遗嘱，提及了那本奇特的笔记和对方遗留的非凡特性。尊敬的愚者先生，我该怎么做？他不太自信地请教道。怎么做？魔术师小姐的运气很不错嘛，为什么我就没遇到过这种好事？克莱恩低笑回应道。按照你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去做，他丝毫不担心普利兹港渔民协会的多里安·格雷会危害到魔术师小姐，因为他知道对方的手链还有2颗石头，还能进行2次灵界传送。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福尔斯若有所思地低下脑袋道：我明白了，谢谢您。愚者先生他决定明天就去买蒸汽列车车票，乘坐这种交通工具，从贝克兰德到普利兹港只需要1个小时出头，甚至可能还不到。汇报完所有事情，福尔斯请求举行献祭和赐予仪式，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用600磅现金换到了治安官非凡特性，拿起由铁黑、暗红和银白3色组成的小孩拳头状物品，看着那美丽的灵性光彩，福尔斯又是欣喜又是感叹。修早就凑齐辅助材料了，他很快就能晋升序列8，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成为戏法大师。希望倒吊人先生他们能尽快帮我找到相应的非凡材料。修一直在无意识的扮演仲裁人，倒是不用担心他对序列9魔药的消化，但变成治安官后该怎么办呢？向愚者先生申请，用一定的代价换取扮演法的教导，
或者直接建议他混入警察队伍。斑驳长桌的最上手，克莱恩看着面前厚厚的现金，仔细数了几遍。这样一来，我就有1230磅了，还差300磅的样子就能凑够一件序列6非凡材料需要的钱。当然，1500磅只是最底线的价格，实际交易往往比这个贵不少。最近还能从哪里弄到钱？自行车专利一下来，就出手一部分股份。对了，我差点忘记塔罗灰的特殊了。狼人的非凡特性暂时没法在贝克兰德卖，以免被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发现，但可以拿去别的地方卖啊。下次聚会就让世界出面，委托倒吊人先生在苏尼亚海上兜售这件物品，以相应的提成作为报酬。扣掉一切花费，狼人非凡特性至少能给我带来1000磅，一件序列6非凡材料的钱就完全够了。克莱恩迅速有了思路，心头一下安定。他比较可惜的是，修小姐看起来也没什么钱。成为治安官后，即使他能迅速消化掉魔药，也得很久才能买得起审讯者对应的非凡特性。而魔术师小姐要是被亚伯拉罕家族看中，他后续的占星人魔药配方就卖不出去了，这真是让人遗憾啊。克莱恩叹息一声，回到了现实世界。周三清晨，克莱恩没有因为真实造物主的惦记和极光会的追查失眠，一觉睡到天亮，愉快的出门买了个迪西馅饼做早餐。而迪西馅饼毫无疑问是需要配甜冰茶的。享受美味，翻看报纸的时候，他发现了恩斯特商行的广告，知道了明晚将有智慧之眼老先生召集的非凡者聚会，这次可以求购相应的非凡材料了。不过那里大概率没有，有也只是深海那家的头发这些辅助材料。克莱恩认真思考起自己能从哪些渠道搜集材料，他摊开左手，屈指默数道：塔罗会的内部包含小太阳倒吊人先生、正义小姐他们各自的渠道，智慧之眼老先生的聚会，保镖小姐或马里奇，但最近尽量不要联系他们。还有，对了，吸血鬼埃姆林怀特，他不是说过可以写信请教一些强大的血族吗？这就是人脉资源啊。想到这里，克莱恩立刻决定今天去丰收教堂蹲守埃姆林怀特。虽然极光会没什么可能追查到他，但还是给了他一定的紧迫感，让他想要尽快搜集好非凡材料，等魔药一消化掉，就迅速晋升序列6。上午10点，大桥南区月季花街，身穿双排扣长礼服的克莱恩摘掉半高丝绸礼帽，缓步走入了相当小的丰收教堂。一眼望去，他就看见了宛若巨人的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和着褐色教士袍的埃姆林怀特，后者正在那里擦拭烛台，一副心已经死了的麻木模样。还真是巧啊，等等，他不会整天都待在这里吧？直到夜里才回家。克莱恩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而整个教堂内的信徒不超过5个。埃姆林怀特也看见了他，直接放下抹布，走了过来，坐到了他的旁边。这吸血鬼的表情一下变得生动，下巴微扬，嘿了一声。突然来这里，是有事情想找我帮忙吧？第194章真卷者。丰收教堂内，克莱恩侧头看了埃姆林怀特一眼，没去破坏这里的安宁气氛，刻意压着嗓音低笑了一声，反问道：缺钱吗？这话刚一出口，他就觉得自己似乎在问对方是否知道安利。埃姆林先是略显愕然，旋即嗤之以鼻道：不要用金钱侮辱高贵的血族。克莱恩顿时喝了一声，目视前方高大魁梧的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状似随意的说道：据我所知，那些手工精湛的人偶可不便宜，甚至能称得上昂贵，尤其与人等高的那种。埃姆林嘴巴张开，试图反驳，但最终没能成言。沉默一阵，他轻咳2声，故作不在意的开口：告诉我吧，你究竟想让我帮什么忙？我不是一个喜欢猜谜的血族。克莱恩没有看身旁的吸血鬼，自顾自微笑道：我有位朋友快要晋升了，需要搜集相应的非凡材料，不知道你是否能帮得上吗？你是在怀疑一位血族的能力？埃姆林怀特傲慢说道：即使我没有，也能写信询问那些更加高贵的阁下，这就是我想要的。克莱恩当即噼里啪啦的回应。千面狩猎者的脑部异变垂体，他的血液100毫升，人皮幽影特性，深海那家的头发5根，只要能拿到这里面任意一种，我都会支付报酬给你，是价格而定，价格越便宜，给你的报酬越多。他故意把辅助材料的分量报得多了一些，免得出现损耗。听到这完全不磕绊的描述，埃姆林怀特顿时有种掉入了对方语言陷阱的感觉。
他平复了下心情道：超凡材料的报酬至少100磅，辅助材料至少10磅。虽然我不清楚你要的东西究竟处在什么层次，但我相信他们肯定不会便宜，也不会常见，否则你不可能来找我帮忙，很聪明嘛。克莱恩笑笑道：成交。这个瞬间，埃姆林怀特深刻的怀疑起自己所要的报酬太少了，于是他又补了一句：侦探先生，你有解除心理暗示的线索了吗？克莱恩见圣坛前的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正专心祈祷，遂侧头瞄了吸血鬼一眼道：我有个最简单的办法。什么？埃姆林怀特红眸一亮。打败乌特拉夫斯基主教，抢走他的心眼蜡烛。克莱恩嘿嘿笑道：你和你父母会合之后，应该具备足够的实力了，3位血族还怕赢不了一个黎明骑士？埃姆林嘴角抽动了一下，表情随之垮掉。输了，打不过，我父亲和母亲差点也被抓起来，那根心眼蜡烛非常邪异。原来你们已经试过了，差点一家都改信大地母神，3位血族都没赢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有心眼蜡烛和采血器辅助的乌特拉夫斯基神父这么恐怖？或者说吸血鬼太弱了？可是所有的传闻都认为吸血鬼的实力颇强。克莱恩若有所思地说道：那你可以写信请更加高贵的阁下们帮忙啊，你们血族里面应该不缺乏强者才对。埃姆林怀特表情麻木的回答。他们拒绝了。突然他满是希冀的看向克莱恩：你能赢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吗？或者说你那位朋友能打赢他吗？获得太阳胸针和生物毒素瓶，且消化了不少魔药后，我本来是觉得灵体状态的我能赢乌特拉夫斯基神父的，但你刚才的描述让我不敢肯定啊。心眼蜡烛真的那么邪异？这种封印物一看就很克制灵体啊。克莱恩理智摇了摇头。不行，他迅速转移了话题。你们血族那些高贵的阁下为什么会拒绝你的请求？对他们来说，这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帮忙。埃姆林怀特的脸色一下变得像是冷却的灰烬。他们不希望直接与对方发生冲突，正在研究别的解除心理暗示的办法，比如去苏尼亚海、迷雾海、狂暴海深处寻找那些隐居很久的巨龙。他笑得比哭还难看的补充道：等他们研究出来，等他们找到心灵领域的巨龙，也许我已经是大地母神的忠实信徒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生命可贵，丰收可喜。大地母神的眷者，乌特拉夫斯基神父是大地母神的眷者，难怪他能有那么多神奇物品。这么看来，身为强势海盗的他突然改信大地母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克莱恩先是感叹，旋即一阵后怕。他刚才差点就答应埃姆林怀特的请求，尝试打败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如果输了，我说不定也会被关进地下室，强制拘禁。要是赢了，那又得罪一位神灵了。不，根本赢不了。大地母神的眷者肯定有相应的底牌。当初要不是乌特拉夫斯基神父压制着分裂出来的人格，我多半都击败不了他。克莱恩明智的没再深入这个话题，再次直视着最前方的乌特拉夫斯基神父身影道：你可以尝试着找一个叫做心理炼金会的组织，否则你只能等待我们塔罗会的正义小姐成为心理医生，到时候也许你已经舍不得脱离大地母神的信仰。克莱恩默默补了一句，于他而言，如果埃姆林怀特也能加入心理炼金会是最好的事情。这样一来，如果正义小姐在那个组织内遇到状况，她能有另外的资源帮忙，不用总是召唤愚者、眷者、信徒3位一体的自己。心理炼金会没听说过。埃姆林不屑摇头，肯定是刚出现没多久的隐秘组织，这个组织出现有100-200年了，最少克莱恩否定了他的说法。对生命悠久的血族来说，100-200年就等于刚出现没多久。那些高贵的阁下睡一觉也许就过去100年了。埃姆林怀特骄傲说道。不等克莱恩开口，他目光转向前方，清了清喉咙道：你知道怎么联络那个组织吗？克莱恩本想回答廷根市疯人院有位叫做达斯特古德里安的医生是心理炼金会的成员，但话到嘴边又缩了回去。被真实造物主惦记上的我，还是不要和廷根的人与事扯上关系，这存在一定的暴露风险，而一旦暴露，以极光会的疯狂，肯定不会放过班森和梅丽莎。克莱恩微微摇头道：我只是听说过这个组织，你可以写信询问其他血族。埃姆林怀特一阵失望，不再提这件事情，侧头看了看克莱恩，嘿了一声：我猜你那位即将晋升的朋友就是你自己。克莱恩不甚在意的望着前方，悠然回答道：恭喜你，答对了。埃姆林怀特当场愣住，
这和他预料的反应完全不同。察觉到他的变化，克莱恩低笑道：“怀特先生，其实最适合你的职业不是药师，而是演员。”埃姆林先是一怔，旋即傲慢抬头道：“我是一个有深度的高贵的血族，不会依靠长相谋生。你以为我在夸你英俊？”克莱恩慢悠悠起身，笑笑道：“不，我的意思是，你很有喜剧天赋。”在埃姆林·怀特表情凝固的时候，他挤到走廊上，丢下了一句话：“不要忘记委托。”普利兹港，白橡树大街。福尔斯沃尔一早就乘坐蒸汽列车抵达了这个王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并预定好了返回的内河航运船票，这相对便宜不少。呼吸着空气里弥漫的大海味道，福尔斯看见不少码头工人行色匆匆。每当旺季，这个港口就会涌入许多临时工人，以求得到相对不错的报酬。许多居住在贝克兰德东区的平民也会因此结伴往东南而来，靠双脚走过60多公里的距离，这就和他们参与啤酒花的采摘工作一样。道路比贝克兰德不少，街区宽阔，空气质量也不错，但相对肮脏了不少。福尔斯四下打量，找到了位于一栋陈旧小楼内的渔民协会。没有什么波折，他很简单就在一个办公室内见到了多里安·格雷。这位先生身材中等，却有着夸张的臂膀，头发则梳理得相当整齐，与协会大部分人鸟窝般的发型截然不同。这应该也是位亚伯拉罕。福尔斯简单说明了来意，将劳伦斯留下的遗书和奇怪的笔记本、钻石般的非凡特性一起递给了对方。多里安表情复杂地接住这些物品，先行打开了遗书，仔细阅读之后，他抬起脑袋，蓝眸诚恳地望向福尔斯：“赞美你的好心和守信，沃尔女士，你为安丽萨、为劳伦斯提供的帮助，我会永远铭记。你能收下我的感谢吗？我想请你共进午餐，没有问题。”福尔斯正愁船开前的时光怎么打发，多里安当即安排他在旁边的休息室等待，并提供了红茶与点心、报纸与杂志。返回办公室后，这位先生略有疑虑地打开一个暗柜，取出了一件物品，那是一个纯净中闪烁璀璨光芒的水晶球。第195章大胆假设。多里安拉上窗帘，让办公室变得一片昏沉，然后坐了下来。他左手托着那个水晶球，右掌虚触顶部，来回抚摸，口中则不断低语，宛若呢喃。渐渐的，水晶球内的点点璀璨越来越亮，越来越明显，就仿佛夜晚星空投下的倒影。常常用来确定命运走向、人生轨迹的那些星星，一个接一个浮现，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星盘，并掺杂着许多疑似象征符号的临界启示。多里安·格雷终于停下动作，埋头审视。没有撒谎，事情的轨迹确实是这样的。他似乎还能给亚伯拉罕家族带来一定的改变，乐观的改变。水晶球的光芒渐渐暗灭，多里安站了起来，心中已然有了决定。午餐时分，4亿秒餐厅内，福尔斯面前摆放着一条切断油炸，并撒上了迷迭香的鱼。它表皮脆香，肉质鲜美，没有细刺，相当美味。唯一的问题是，厨师的审美非常古怪，竟保留着2只鼓出的鱼眼，并依靠摆盘技巧，让他们同时望着上方，似乎在诉说对死亡的不甘。福尔斯推倒鱼头，切下鱼尾，遮住了朝上的那只眼睛。这时，多里安·格雷边动刀叉，边状似不经意地说道：“安丽萨很喜欢神秘学，在这方面有一定的研究。你最后收拾她遗物的时候，是否有看到相应的书籍、笔记或物品？”“有一些笔记和书籍。”福尔斯坦然回答道，“我因此成为了神秘学爱好者，但让人遗憾的是，有的内容我完全看不懂，比如那本灵界见闻，不仅荒诞不经，而且逻辑混乱，言不达意，即使能强迫自己读下去，并有规律的抚平焦躁，也难以记住里面的内容，看过就会忘记，更别说理解了。”福尔斯在心里补了一句。多里安微微颔首，哈哈笑了一声：“那你可以请教我，我同样是一位神秘学爱好者，相对精通的那种。”“真的吗？那真是太好了。”福尔斯配合着说道。见他确实有兴趣，多里安当即将话题往神秘学引导，时而提及灵界，时而讲述自身冥想的体验。早有准备的他在进入餐厅时就故意挑选了偏僻安静的位置，不怕2人聊天的内容被周围的顾客听到。午餐最后，多里安主动提议道：“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谢意，现在终于不用烦恼这个问题了。呵呵，虽然劳伦斯给了你报酬，但我认为这不足以匹配你的善良、好心和守信。沃尔女士，
你在神秘学领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写信来问我。这是我微不足道的感谢，这正是我希望得到的。福尔斯没有拒绝。从刚才的交流中，他能明显看出多里安·格雷拥有扎实丰厚成体系的神秘学知识，不愧是古老的亚伯拉罕家族的成员。而这方面也算是福尔斯的短板，他虽然掌握了不少非凡世界的常识，但那都来源于几本不算深入的书籍和笔记，以及各种聚会上各种遭遇里听来的体会到的零散话语，不够全面，不成体系，多有缺陷。听到对方的回答，多里安举起杯子，笑笑道：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拥有神秘而非凡的能力。贝克兰德北区圣塞摩尔教堂，一队穿黑色风衣、戴红色手套的人进入了地下区域，为首者是个40来岁的男子，五官轮廓柔和，两鬓头发深长。他头戴浮夸的标准礼帽，手提一根镶金的黑色执杖，安静地跟在前方引路的职业者背后，进入了一个颇为宽敞的房间。房间内有一个书架，摆放着诸多卷宗，一位罩着黑色长袍，涂着蓝色眼影和腮红，有妖异美感的女子悠闲地坐在高背椅上，并未起身迎接，正是前通灵者戴利。索斯特，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那里。戴利用下巴指了指靠门边的桌子。被称为索斯特的中年男子笑笑道：戴利，你怎么会被派来看守这里？你应该负责更加重要的事情。不，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需要沉淀一下，多翻看些资料。戴利低笑了一声，这是为了更好的前行。人类是一种脆弱的生物，需要一定的平缓期，没人能总是处在峰顶，一刻不停的享受刺激和愉悦。你的风格真是一直没变，可惜的是，你从来不给我机会。索斯特顿时失笑。戴利认真摇头道：很显然，你并不了解我，我现在的爱好更加猎奇了。如果你能让自己变成一具腐烂的尸体，或者裸露出白森森的骨头，那我肯定会对你充满兴趣。他转而望向站在索斯特身后的一位红手套，伦纳德，你怎么会选择加入他的队伍？这个家伙又自大又傲慢又没有胆量，一直幻想他喜欢的女士会主动躺到床上等他。坦白的讲，也许这就是梦魇的特点。说到梦魇的时候，戴利明显停顿了一下。伦纳德无奈的回应道：戴利女士，这是塞西玛阁下的安排。这样啊，看得出来你很赞同我对索斯特的看法。戴利嗓音带着些许沙哑的给出了结论。伦纳德一时竟不知该怎么解释。还好安魂师索斯特并未在意戴利的说法，自顾自走到堆满资料的桌前，拿起一份卷宗翻看。伦纳德等人旋即围了过去，模仿起自家执事。长久的纸张翻动声里，索斯特随口问了一句：最近贝克兰德有什么新的情况？你认为值得关注的？戴利眼眸微动，想了想道：几位和我们合作的非凡者都传递来消息，说最近有不少人在寻找一个信奉愚者的组织，并给出了相应的尊名。用鲁恩语描述完愚者的尊名后，他轻笑一声道：我似乎看见了一个全新邪教的诞生，当然，也许是哪位老朋友的化身。索斯特，你有什么看法？索斯特认真思考了一下道：没有，我完全没听说过类似的组织。就在这时，伦纳德从卷宗里抬起脑袋，沉吟着说道：这会不会和我们追查的两起塔罗仪式有关？愚者是塔罗牌的最初，是最重要的主牌。戴利愣了一秒，若有所思的点头：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但这没有任何证据，属于纯粹的猜测，连推理都算不上。索斯特不太认可的说道。伦纳德露出一丝笑容道：罗塞尔大帝说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希尔斯顿区克拉格俱乐部。从丰收教堂离开后就直奔此地的克莱恩刚进入大厅，就看见马术教师塔利姆·杜蒙特坐在僻静的地方，不知在思考什么。见午餐还要等待一会，克莱恩靠拢过去，笑着打了声招呼：中午好，塔利姆，你似乎又遇到难题了。塔利姆猛地惊醒，连忙摇头道：没有，你仿佛做了什么亏心事。克莱恩嘀咕一句，坐了下来，转而笑道：可惜艾伦和麦克不在，否则我们又能有一个愉快的下午了。塔利姆跟着露出了笑容，他们都很忙，空闲很少。不等克莱恩开口，他环顾左右道：夏洛克，有位大人物听我提到你的事迹后，对你很感兴趣，想见你一面，你是否愿意？坦白的讲，这真是让我羡慕，这是非常难得的机遇。等等，我能有什么事迹？帮玛丽太太捉奸，陪麦克记者去妓院，其实几次前往东区也没做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你顶多也就知道我在连环杀人案里有一定贡献，
并通过提供咨询帮艾伦医生解决了噩梦的问题。克莱恩听得一阵迷糊，过了2秒，他忽然明白了缘由，肯定是那位大人物向塔利姆询问他有认识什么优秀的侦探时，他只能想到我，于是主动帮我添加了一些听起来就很厉害的描述，比如连环杀人案里位于幕后的真正破案者，玛丽太太前夫伙同情妇转移考伊姆公司财产的案件中，行动力强、嗅觉敏锐、出手精准的大侦探，这就是商业互吹啊！克莱恩暗自感慨道，他斟酌了下道，塔利姆，很抱歉，作为一名侦探，我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尽量不掺和涉及大人物的事情。对上层舞台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喷嚏般的摩擦，就很可能给我带来难以承受的灾难。我不会给自己打标签，所以我不会去见那位大人物，这其实是克莱恩做侦探前就想好的注意事项。一旦与上流社会有了牵扯，就容易被人刨根究底，没成为无面人前，他可不想承受这样的风险。你很理智，塔利姆沉吟着说道。那位大人物有预料到这种反应，认为这样的侦探更值得信任，所以他希望你接一个委托。不会涉及上流社会的委托？什么委托？克莱恩问道。塔利姆呵呵笑道，就是你和麦克上次讨论的卡瓶事件，那位大人物对里面用塔罗牌做象征的组织很感兴趣，他说类似的案子不止这一起，他希望你找到相应的线索。